Hello， 大家好，我是 Megan。今天的影片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可以进入星巴克工作。我想这个主题你们应该很多人感到非常有兴趣。那如果也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们，你们好，叫做 Megan。我之前有在星巴克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之前有拍过几部有关我工作的影片。意外的，大家对星巴克这个主题非常的有兴趣。那今天我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谈。我想如果你想要进入星巴克工作的话，这部影片一定会对你非常有帮助。那首先是应征的管道，据我所知呢，有4种方法是最常见的。第一个是104人力银行，第二个是星巴克官网，第三个呢是直接到门市投履历，第4个是联合招募。那104人力银行其实就跟大家平常在找工作一样，你只要到104搜寻星巴克，就会有非常多星巴克的职缺会跑出来。那它有可能是在星巴克的总部上班，也有可能是门市人员，大家就只要依照自己理想的职缺去投递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官网其实是类似的道理，在星巴克的官网有个地方叫做伙伴招募，大家只要进去就可以看到它现在有哪一个地方有在缺人，你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你们想要的地区或是什么职缺，你是要找正职人员还是你要找时薪 PT， 就直接依照你们的选项去投递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直接带履历去门市投的话，也是可以的。那我这边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其实是蛮主观的，就是如果我朋友问我的话，我就会这样跟他讲，但不一定是每个伙伴都会这样觉得。首先呢，如果你要直接到门市去投履历的话，我觉得你要从进入星巴克门市的那一个刹那就要开始全程戒备。原因是因为呢，你不知道你在哪一个时刻会被伙伴看到你做一些奇怪的举动。因为如果你一进入门市之后就自己觉得说，好尴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子东晃晃西晃晃，看起来鬼鬼祟祟的样子，你不晓得你哪一分哪一秒有可能会被店里面的伙伴看到。我们是有可能会直接跟店经理说的，店经理呢，你就把它想象成是每间店的老板，所以呢，当老板收到履历的时候，他可能就直接问伙伴说，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说那个人看起来怪怪的，刚刚在门市里面躲躲藏藏，不知道在干嘛。我是以一个真实的情境去跟你们分享，不是因为我人很刻薄，是因为如果你在外面工作，你看到一个人看起来很奇怪的话，你应该会想跟你的同事分享吧。所以有些店经理可能就想说，既然连伙伴都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奇怪的话，那我干嘛要帮他面试？如果你又好死不死被店经理直接看到你做了什么奇怪的举止在门市的话，他可能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面试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去门市投履历的话，从进门的那一刹那就可以保持微笑，直接走到收银台去跟伙伴说，不好意思，我想要应征。伙伴就会跟你说，那你有带履历吗？他就可以把你的履历收起来。那这里我还有个小建议是，不要穿得太随便去投履历。当然你也不用穿得太正式，好像要穿西装打领带，但是至少不要穿个好像拖鞋夹脚拖配个牛仔短裤就去应征了，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于一份工作的重视跟礼貌。虽然说我不是店经理，可是我是一个很在意细节的人，我觉得从小地方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一个人对于工作的习惯跟态度。如果我看到一个人穿得很随便就来投履历的话，我会觉得我看不到这个人他是真的有心想要来认真工作，还是他只是想要来找一份打工而已。这2件事情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对每一份工作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就给大家一点小建议让你们参考看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在买一送一的时候去投履历，或是看到伙伴感觉非常忙碌的时候，也不要在这个时候投履历。我曾经就有遇过，在买一送一的时候，我正在做饮料，我要把饮料出给客人的时候呢，突然呢就有一位学生，他默默的就是站在角落，就跟我说，不好意思，我想要投履历。他就把他的履历塞给我。可是那个时候呢，伙伴真的非常的忙碌，这种时候就很容易发生一件事，就是我们收到你的履历之后呢，把它折起来塞到回裙口袋里面，再继续做我们的事情，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忙了。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要去门市投履历的话，可以先在外面观察店内是不是看起来很忙很 rush。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投履历，因为真的很容易不小心会被忘记。如果是在很 slow 的时候去投履历的话，伙伴可能还会跟你聊天呢，就问你说，那你怎么会想来上班之类的，说不定还会因此帮你加分呢。再来是联合招募，这个部分我个人没有亲自参与过，基本上呢，它就是会把每一区统整起来，譬如说大安区、中山区、信义区会联合招募一批的伙伴。那这个公告呢，通常都会在星巴克店内的公告栏上面就会张贴。大家如果经过看到这个公告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去询问店内的伙伴相关资讯。如果幸运收到面试通知之后呢，很多人会问我说应该要穿什么去星巴克面试。基本上呢，你不需要穿到太正式，男生不需要穿到西装领带，女生也不用穿全身的套装去面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看起来干干净净就好，可是也不要穿
穿得太随便，好像就是 T 恤牛仔裤就来了。当然我相信应该也是有人穿着牛仔裤也得到了工作机会，但这就是个人的一点建议，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迟到，你不需要说提早1个小时就到门市，就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因为你如果太早到门市，伙伴真的也不知道让你干嘛。再来还有很多人会想知道的就是面试的时候会问什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好回答，因为我相信每个店经理他们会问的问题绝对都不太一样。而且像我个人面试的时候，确切被问什么问题，我真的是不太记得了，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唯一比较有印象的问题是，店经理问我说，平常休闲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事情，我就跟他说我平常喜欢看美国影集。那当时呢，我是在看 Gossip Girl， 刚好呢，我的店经理他也在看 Gossip Girl，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聊了影集的剧情。应该很少有人在面试的时候跟面试官聊电视影集吧，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比较随机的问题。那我觉得面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自己，并且放轻松。像我自己如果有面试的机会的话，我通常都很放松，就是我不会太紧张，因为我觉得面试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要展现你个人的个性跟人格特质。那这2件事情都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东西，你没办法在1天之内就改变掉你整个人的个性啊，或是性格啊、做事的习惯、态度。既然你没办法马上改变的话，那你何必那么紧张呢？那我觉得有2个问题是非常有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应该不止在星巴克，在所有工作都很有可能会被问到。那通常自我介绍，我觉得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大概30到40秒左右就可以了。所以你不需要讲一些非常 detail 的事情，你不需要说我有爸爸妈妈，我家庭成员有谁谁谁，我还要养一条狗，我是在哪里出生的，哪里长大的，叭叭叭。你可以简单的描述自己，譬如说你有什么特别的专长或是特别的嗜好。如果你觉得你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东西，你可以说我从小就很喜欢喝咖啡，或是我从小就很喜欢星巴克。当然这个回答是建立在你真实发生的事情，面试的时候千万不要瞎掰。比如说呢，你个性内向，你不需要想说我这样子是不是不太好，就跟人家说我的个性很活泼，因为呢内向这种东西是绝对可以被训练的。如果你真的很紧张，或是你从来没有面试的经验的话，可以先在家拟好草稿练习一下，我相信这对你面试的时候一定会很有帮助。再来还有个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星巴克？那这个答案呢，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不同，每个人想要去一个地方工作的理由一定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原因想要加入星巴克的话，这会是一个不错的答案。那如果你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头绪的话，其实可以去上星巴克的官网看看，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料，上面会写说我们的企业文化啊、理念啊，巴拉巴拉。面试之前先上网浏览过，让人家觉得你是有备而来的话，我觉得这会大大增加你录取的机会。再来，有一些人可能会想知道说，去星巴克工作英文需不需要很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也要看你工作的区域在哪里。假如说你是在观光区，例如说你在101工作的话，你一定就会常常遇到很多外国客人。如果你是在住宅区门市工作的话，可能就不会遇到那么多外国客人。那基本上呢，你只要可以听得懂客人想要喝什么饮料就可以了。如果你担心说你不知道他要喝什么的话，你可以用 body language 啊，甚至我们还有中英文 menu， 它只要指饮料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喝什么了。那如果你本身有点底子的话，遇到外国客人就可以跟他们聊天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遇到外国客人的时候，是在很菜鸟的状况，我那时候只会点餐而已，还不会站吧做饮料，所以真的是非常嫩的状态。我那时候正在服务一位客人，我就看到后面有一组外国客人，我就想说完蛋了，好紧张。等到外国客人来的时候，我就这样子 ，Hello， 就。超尴尬，然后他们就叭叭叭念完他们的饮料，我就把他杯子写完之后呢，我那时候脑袋就有超级多英文单就在脑袋，你知道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结果我就花了大概2秒钟的时间说出 For here to go 我现在想想真觉得超级好笑的，就是菜鸟真的很容易紧张，遇到什么状况都超级紧张，很怕出错。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在星巴克工作非常的累，而且很辛苦，绝对不是只要泡泡咖啡就好的一个工作。我不是想要吓大家，但是我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尤其是你新人时期，大概前3个月左右的时间，你每天都会呈现在一个非常高压的状态，你上班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开心，你只会觉得你的压力非常的大。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是说认真的。我记得我以前新人的时候，我去上班都觉得步履蹒跚，我都觉得要求我今天又要遇到什么很可怕的事情。我真的收过很多封刚加入星巴克的伙伴
跟我说他们的压力真的很大，很想要放弃，问我说我当初到底是怎么度过的。我只能说撑下去，真的没有别的了。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虽然说它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但是等到你上手成熟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可以带给你非常多的一份工作。它可以带给你很多朋友，或是很多经验，让你遇到很多你不能用正常人思考的事情。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疯子，甚至会遇到有人在你的门市里面洗屁股。你会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等到你事后再回想起来，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份非常难忘的工作。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想要加入星巴克，或是你的朋友想要加入星巴克，甚至是你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要成为社会新鲜人，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找工作，希望今天的影片都对你们有一点点的帮助。看完今天的影片，如果你们有什么心得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或是如果你很害羞的话，也可以私讯给我，也是可以的。我非常期待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那如果看完我今天的分享，你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很多的话，我之后可以再拍影片补充。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你们喜欢。不要忘记，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帮我点个赞。如果你是新朋友还没有订阅过我频道的话，之后想要看更多有关星巴克系列的影片的话，可以点旁边的按钮，不管是用手机还是电脑，点下去就可以订阅我，在每个礼拜三不定时跟固定礼拜五晚上8点钟看到最新的影片。那如果不想错过最新的影片，可以把订阅钮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就可以收到最新通知啦。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